最新的2025年上半年中国省级的 GDP 数据已经出炉了，广东以6.87万亿元继续领跑，它的增速呢是4.2%，没有进前5。江苏紧随其后 ，GDP 呢大概是6.7万亿，增速5.7%。中部和西部省份逆袭，湖北以 GDP 增速6.2%。全国第3，仅次于西藏和甘肃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快速看看这次谁在稳坐经济龙头，谁又快速崛起，普通人怎么样看懂经济趋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2025年上半年呀，全国的 GDP 同比增长了5.3%，在31个省市当中，20个省市的 GDP 增速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数，其中江苏追赶广东，差距正在逐步缩小。四川领先了河南，中部6省当中呢，湖北增速最高。在各省的 GDP 总量当中呢，江苏和广东的差距缩小到了1700亿元人民币左右，历史最小。冠军之争再度升温。按照这个趋势啊，省内发展不平衡的粤老大被省内均衡发展的苏大强反超，也就2、3年的事儿了。在 GDP 的增速方面呢，全国平均是5.3%，GDP 10强省的格局基本上保持不变，但是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浙江、河南、湖北的差距都有所收窄。10强之外呢，除了重庆反超了辽宁，其他省份的经济位次均衡不变，但是江西逼近了陕西，贵州逼近了山西。从增速来看，西部省份普遍跑赢东部，内陆省份大多数跑赢外贸大省，几乎所有省份的名义 GDP 增速都低于实际增速。湖北表现亮眼，西部也开始爆发。未来增长的曲线呢，可能会越来越不集中于东部了，像西藏、甘肃、湖北实际增速前3名。西藏的实际增速、名义增速双双全国第1，也是唯一增长超过7%的省份。那么，投资1.2万亿的雅江水利工程功不可没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投资3000亿的川藏铁路，这俩大超级工程啊，大基建持续发力，西藏未来几年有望蝉联 GDP 增长第1大省之位。而湖北是经济大省中唯一增速超过6%的省份，投资、消费、出口3驾马车同时发力，特别是出口逆势大增28.6%。中部6省呢是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和山西。河南体量大，但是增速在放缓，徘徊在全国的平均线附近。那安徽和江西呢，新产业崛起。合肥、南昌在强省会城市下战略拉动的效果非常显著。可能啊，中部第1省的称号未来会由河南转向湖北或者是安徽。今年上半年，安徽首次跻身中国汽车制造第1大省。中部省份的竞争格局呢，从传统的农业人多粮多向高新制造业在转型。冠军之争呢，就是广东和江苏了。从 GDP 的增速来看呢，广东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高，江苏代表着产业中国，广东代表着外贸中国。目前江苏在追，广东在守，但是未来的变数仍然存在，像关税战、房地产价格效应是影响2025年广东经济的3大变量，特别是关税战冲击的主要就是沿海外贸大省。我国外贸总额最高的5个省啊，全部都在东部地区，受关税战的冲击极大。除了 GDP 呢，我们还要看内需结构，也就是投资和消费。西部和中部依然在靠基建拉动投资，但是消费仍然以东南沿海和湖北为主。湖北和安徽的消费增长，说明中部城市群正在具备内需承接力。投资意味着未来的产能，消费代表着当前的活力。哪些地方同时具备这2者呢？那可能就是下一个人口加资金的流入中心。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张成绩单，普通人怎么看？我们的钱要往哪儿投？大家关心的不该只是数字，而是这些趋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首先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我们应该参考产业升级、区域流动，关注高增速加高消费共振的地区。比如说江苏核心的城市圈，湖北武汉都市圈。对于职场中人来说呢，你要关注制造业回流和城市级别的晋升，适合跳槽迁徙策略的制定。对于家长来说呀，你要关注教育医疗资源是否会随着城市发展而同步提升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只是 GDP 城市的排名，而是一个动态变化中的中国经济的地图。我们看到东部地区开始分化了，江苏在直击广东，
中部城市正在崛起，湖北正在冲击新的第一名，西部在借助投资形成新的吸引力场。评论区欢迎大家聊聊，你在哪个城市看到了哪些新的机会呢？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苏涵思想会，我每周都会用图文加音频为你讲透宏观趋势加区域机会加资产配置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